人民币现在，我们先讲结论，就是它现在只在全世界流通当中只有3到5%而已，所以这个部分流通慢慢的不能增加，而且中国大陆还是很谨慎，人民币没有都撒开来印出去，因为有可能会失控，所以这里头基本上的话是维稳慢慢的成长。要知道，全世界对于美元、美债、美股的明智已开，发现不能被美国控制。我认为是2010年前后去中心化的思路，这理论架构出来之后，特别是加密货币出来，大家发现好像不是只有美元，大家才慢慢醒过来。伊朗它现在正在考虑的是荷姆兹海峡的收费方式哦，除了本币交易、稳定币收取过路费之外，现在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人民币也可能会来做交易了。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德意志银行就最新说了，可能削弱数十年来存在的石油美元，未来的主导有没有可能变成石油人民币？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新名词出现了。再来看到美债的部分，已经这个是来自于纽约的联邦准备银行数据哦，美债在各国央行托管的部位已经降到14年来最低。反观中国的国债逆势走强，上次哥怎么看？石油人民币，我觉得这点蛮新鲜的，但我不认为啦。但是确实是主要人民币慢慢的兴起哈。但我觉得伊朗战争是重要的。我觉得人民币我不要说取代，当然至少跟美元要一起能够并存于这个世界。我认为还要历经10大转折，100个小转折。而伊朗，我觉得这次战争会是10大转折其中之一啦。要知道，美元现在变成全世界这个东西，其实是历经了非常非常长，有犹太人的脑子，是20次大战前后100年内，100年构成的过程，还包括美元跟能源绑定，把黄金取代，有几个大转折。人民币现在，我们先讲结论，就是它现在只在全世界流通当中只有3到5%而已，所以这个部分流通慢慢的不能增加，而且中国大陆还是很谨慎，人民币没有都撒开来印出去，因为有可能会失控，所以这里头基本上的话是维稳慢慢的成长。要知道，全世界对于美元、债、美股的明智已开，发现不能被美国控制。我认为是2010年前后去中心化的思路，这理论架构出来之后，特别是加密货币出来，大家发现好像不是只有美元，大家才慢慢醒过来。比如说，过去全世界的钱都到美股，中国大陆钱也都去，一直到2010年前后发现，中国大陆也不能只去美股上市，才慢慢拉回来。美债作为国家都在买，也都是2010年，就15年前，大家发现好像不能都被美国控制啊。所以现在回到美元，所以我认为还需要蛮长的时间。明智已开，对于美元、美股、美债，其实就这10几年而已。所以你要抵美国这个80年很难。但我认为人民币会怎么进行？不是能源，不是石油。我认为人民币是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战略是把中国大陆的制造力跟技术力转换成人民币，比如高铁基建输出啊、无人机这些科技技术。另外绑什么？能源不是石油，现在是新能源。赶快来看到这个战争延烧到现在，其实已经打了1个月的时间了。我们一直在看说，北京会不会出手来帮忙这个调停呢？那到现在其实北京都没有太多的声音，也没有实质的介入。有一个说法，他是不是在背后正在偷偷的算计着呢？这是来自于《经济学人》他的这个封面哦，它的封面的标题是中国如何希望从这一场战争当中获利。那我们看着这个习近平就看着川普在这边偷偷的笑。经济学人怎么形容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呢？他说中国大陆现在做的就是袖手旁观。为什么要袖手旁观？这个是来自于拿破仑的格言说，当你的敌人正在犯错的时候，你不要去打扰他，让他继续的犯错下去。好，那么有另外一个说法，来自专家的说法，所以因为这场战争，他们认定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不是一直强调吗？以安全为优先，经济其次，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符合现在的世界格局应该要做的一个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真正的重头戏，另外也要来看到的是来自于外交家杂志，他们也特别评估了中东国家开始发现美国并不靠谱这件事情，可能只能收钱不能保命，因此现在也转向中东国家，希望能跟中国大陆会有更多的合作了。那么过去他们用的石油换安全，他们认为将不可以持续太久，要分散风险，所以中国将成为接下来波湾国家在战争之后的首选的合作伙伴。双方会如何合作呢？包括一起在基础建设，一起在能源，甚至在绿能转型上面会有未来更多的合作。所以北京到底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不出手呢？是如经济学人所说的，当敌人正在犯错时，你不要去打断他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吗？波湾国家接下来是否转向中国等等？
我们也请厉将军带我们看。第一个我们先讲这个为$15是从哪里来的？当时这个等于说是中东国家将这个石油卖给美国然后大家议定说是用美元来计价。那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国家不肯用美元计价，那个国家叫伊拉克，美国就狠狠借了一个洗衣粉的这种编这个理由来狠狠把伊拉克打了一顿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应该还记得，那是2003年的事情。所以美国为了维持它美元的霸权，它就跟石油挂钩在一起那这些中东国家这个拿了美元之后，他就去买美债钱又回到了美国。那美国拿这个美债以后，他就去养美军这个美军来保护中东地区的安全。可是4个多年，形势已经改变。第一个就是美国本来是从石油输入的国家，现在变成他自己有页岩油以后，他不是这么依赖中东的石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就中东国家也发现说，从这场战争里面，他发现说是美国不是这么的一个可靠，也没办法保护他们的安全。虽然说他们将基地借给美国，可是我们这次看到很多国家也都因此而挨揍所以他们也想说，这个改成用人民币来做交易。为什么要用人民币呢？所有不管是美元、人民币或欧元，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收了你的钱之后，我可以拿这个钱，我再去买别的东西如果说我拿了这个钱，譬如说现在假如说我们这个收的是这个印度的卢布来讲的话，卢比或卢布俄罗斯的卢，那你在夜市里面他们不用你又没办法用，所以最好是我收了人民币以后，我这人民币可以再回头再跟中国去买中国的东西。现在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你看到人民币，中东国家他会想说，我收到人民币之后，我拿这个人民币以后，我可以第一个就是我来做我的基础建设，因为中国基础建设很强嘛。第二个，他可以跟中国买绿能中国现在绿能也很多，甚至于中国的科技，包括华为科技等等，所以他收了人民币以后，人民币可以用回自己国家的建设。那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海湾这些国家，他开始会去思考，当美国不能提供他们安全的时候，我是不是让中国的人民币来做这个交易，反而可以提供我国家安全？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它可以借着这场战争，它的影响力深入到中东。所以说，难怪习近平会说，这个当美国正在犯错的时候不要去打断他，让他继续去犯错。好，同样的问题，那也请教张将军。我认为站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看法跟的立场，他会认为让子弹飞一下吧，继续玩吧。因为西方国家就是拿乌克兰去牵制俄罗斯，乌俄战争已经打了5年了，第5年了，是这样的。那现在拿伊朗来复制一下，拿伊朗去拖住美国，那会产生2个现象。第一个，美国军力下降，美国不是固若金汤，以前就感觉到美国这个军力无以伦比，攻无不克，然后固若金汤这个有如堡垒。到现在感觉到美国在这一方面，大不如前。但这一次的整个的战果，还有他整个战略判断错误，4天打到1个多月，反正在这一方面，美军的神话在这个地方动摇。第二个，按照依赖理论呢，会有一种依赖转移的状况，因为大家感觉到靠美国在这一方面会有所动摇的时候大家会去找老大，另外一个老大，值得可以依靠的，他们可能找一找之后呢。因为他们一般来讲可能吃了2次亏。第一个是美国的贸易战，也就是关税，在2025年的时候，让他们都吃了一些亏。为什么？都是关税叠加，到15%或15%以上叠加，让他们这些国家都受到了在经济上或大或小的这一方面的这种负面。那现在呢，他们要找一个这个我们的依赖转移，依赖转移到哪？可能会到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第二个。中国大陆40多年没有战争了，40多年没有战争呢，韬光养晦，在邓小平那是绝不当头。那现在有所作为，可能这时候他可以扮演角色。为什么？可能向中国大陆买一些军武装备，像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包含伊朗，都向中国大陆买武器包括防空飞弹，包括无人机，也包括部分的导弹，还有一些那个兵工厂，这个在中东的地区，我们知道，包含中国的歼10C。他的81飞行表演队还到那个利雅得、沙烏地阿拉伯去做飞行表演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军事上的互动可能会增加。那增加，我们就到了依赖替代就出现了。那这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会稍微会式微，
因为美国压担保，压什么？因为他压到以色列。那这些其他的这些阿拉伯的国家，他们是回教穆斯林国家，那他们要找一个依赖替代，那可能往中国大陆倾斜的这可能性就比较高。那美国会被稀释，美国被稀释掉之后，那中国大陆在中东的影响力会随着"一带一路"跟依赖替代两个双轨齐下，那中国大陆在中东地区所扮演的外交角色，还有军事角色，还有经济角色，这3大角色会加重。那这是美国所担忧的。为什么？因为体量就是那么大，当压到中国大陆多的时候，美国就会比较少，而且美国可能因为战争连续的关系，它的国力毕竟会受影响，所以它才会叫其他中东国家赶快缴钱过来哈，大概将近有2兆美元，那不是天价啊。或者美国缺钱了，所以美国的国债叠加升高，今年要破40兆，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啊。是川普才喊胜利，就是立刻翻车了。今天会来看到的是伊朗的最新动作，100枚的导弹射穿了以色列之外，还有亚马逊的云端金鸡母也遇袭起火。纳坦雅胡这回是不是也被打怕了？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也会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等一下会来特别看到是在川普今天早上台湾时间发表全国的演讲，大喊是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能力。那么没有想到呢，他的演讲才刚结束，伊朗是立刻是以最大规模的弹道飞弹齐射以色列，这是公开打脸美国川普所说的战果吗？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关心，伊朗联手了包括真主党、胡塞组织攻击飞弹基地，还有它的航母亚马逊云端设施，战争现在是已经变成全面来对抗美国体系了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跟以色列持续的打击民用的设施，反而是激起了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的内部全民动员起来了。但是在此刻呢，纳坦雅胡突然间改口说，伊朗已经不再构成任何的威胁了，这是在为接下来要撤退。难道纳坦雅胡是在铺路吗？今天会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等一下我们会来持续的关心川普在早上发表的这场演讲，他在这当中呢，其实有说到他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能力，但是刚刚提到的嘛，就立刻遭到伊朗的打脸了。我们来看到伊朗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呢？一共是发射了大约是10枚的弹道飞弹，是创下开战以来对以色列的最大规模齐射，瞄准的就是以色列的中部地区。好，在这一场行动正式的已经攻击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伊朗还祭出了真实承诺4的第89波行动。这一次的行动不是单独的，他还联手了包括了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创下开战以来最密集，同时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报复性的打击。我们要赶快来看到哪一些地方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好，首先看到的是火力的规模创下史上最大的饱和攻击，超过了100枚的重型导弹，还有无人机编队一起，再加上200枚的火箭弹同步齐射，范围主要涵盖的就是从以色列的北部到南部的全境地区。打击的目标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多，有军事目标，有经济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包括了以色列的主要城市特拉维夫在内，美军基地里面还包含了巴林，还里面有80名的美军的地点也遭到了精准的打击。再来看到在科威特的一架美军直升机也被摧毁，阿联酋美军指挥中心这边也遭袭，而且最新传出一共是37人在这一场攻击当中死亡。航母呢，林肯号战斗群也是遭到无人机威胁，因此只好移开了。再来就是科技战的部分，位在巴林的亚马逊云端设施也遭到了攻击，所以可以看到一系列伊朗它的攻击力道还是非常非常强劲的。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将军了，川普不是才说吗？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能力，为什么伊朗是立刻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是打脸川普吗？另外看到了不只是伊朗的行动，还结合了真主党跟也门胡塞组织等等一同开火，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伤亡，可以说看起来已经规模越来越大了。伊朗为何现在看起来越战越强？李将军怎么看？其实伊朗不是打脸川普，根本就是看破川普的手脚。
我们看这次这个正式承诺第89波的打击是非常剧烈，超过100枚的重型导弹，还有攻击型的无人机发动攻击。那这些攻击准备绝对不是在川普讲完话之后才开始做攻击准备，而是在前一天已经做好各种的攻击准备。这个导弹的弹道啊，或者说相关的数据都已经输入进去，这个目标也都瞄准好了，只等你川普讲完话以后，我就发起攻击。那我觉得这代表什么？第一个，这个伊朗早就看破这个川普的手脚，甚至于他都知道你川普要讲什么话。如果说伊朗对川普今天早上的演讲会有所期待的话，他不会在昨天甚至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这么庞大的攻击，这么大量的攻击，事实上你要事前这个攻击准备的时间要这个一定要很长的时间。那我们看一下川普今天讲话到底什么内容会让伊朗就看破手脚？我想说，不只是这个伊朗看破手脚，连我们都觉得对他这场演讲这个没有任何了无新意，没有任何期待。他不外就是讲这些话，第一句他就是他打了胜仗了嘛，他的川普赢学，他打了胜仗，摧毁了伊朗所有的这种，包括到军事设施，包括他的导弹，摧毁他，让他永远没有办法发展核武另外来讲，他还讲说是这个也让伊朗来讲新的政权可以更替。那第二个，他就是威胁其他的国家，威胁第一个国家叫做北约他的盟国，你们这个如果说不帮我们没关系，以后来讲我就要退出北约。那如果说你们需要用这个油的话，你们自己去荷姆兹海峡去抢去夺。那如果你们不敢去的话，就来跟我美国买。那第二个，他威胁的就是伊朗嘛，他扬言要如果你伊朗这个不接受他的这种和平协议的条件的话他要在2到3周之后将伊朗打成一个石器时代。但是我们看到，所以伊朗就依据这些话他就立刻发起所谓的攻击。那我认为这个川普会讲这些话，可能早在伊朗的研判之中。所以我说，这个伊朗早就看穿川普会发言的内容，早就做好这个这次攻击的准备。是。那我称之为这次攻击，在我们军事上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扩张战果是一场扩张战果的攻击行动。之前他已经将美国打得差不多，而川普讲这些话很明显的，他就是准备要脱身了，从这个伊朗战争里面脱身。但是这个伊朗这时候你脱身，就代表说你美国这场仗如果继续要打，你可能美国已经打不下去。但是伊朗利用你打不下去，你有这个不能说是败战吧，最起码你后继无力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我扩张战果。这时候很明显，我们看到伊朗这时候会发动这么大一次打击，很明显的就是扩张战果。那川普后续来讲，我认为这次很明显，川普就很难从这个战争的这个泥淖里面能够脱身。会拖住他不让他脱身的，我觉得最起码有3个地区或国家会不让他脱身。第一个就是伊朗他就继续打你包括打击你中东地区美军的基地，打击你以色列，让你美国没办法脱身。第二个来讲，我觉得会让川普没办法脱身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如果说你美国走的话，这纳坦雅胡他自己独自要面对伊朗的导弹，还要面对北边黎巴嫩真主党，还有南边胡塞组织的攻击。就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这种国土纵深有限对，它很多战争资源已经投入这场战斗里面，它的拦截导弹数量也快要库存见底。那如果说是美国脱身纳坦尼亚胡真的会哭晕在厕所里面，他会不晓得怎么办。那第3个我觉得会不让美国脱身的国家就是波湾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我们看到昨天等一下我们也会讨论到，包括阿联酋，包括这些国家，他们都说要参战。其实很明显，因为我将我国家安全托付在你美国，那你美国这个惹起这场战争之后，你不能拍拍屁股搞一个跟烂尾楼一样的战争，你拍拍屁股又走，那以后你叫我们自己独自怎么去面对伊朗？我们本来跟伊朗还可以大家和平相处，大家共用波斯湾，大家共同可以通行荷姆兹海峡。那你美国惹了这场祸之后，那以后我们波湾这些鱼，我们怎么样通过荷姆兹海峡？所以波湾这些国家也不会让美国脱身。所以川普现在陷于这个进退失据骑虎难下一个局面。
好，这个美国现在看起来在这场战争里面是脱不了身了。那川普只好赶快的自己个人就宣布了胜利。那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伊朗持续的扩大它的战果。刚刚讲了嘛，除了持续的轰炸美国相关的军事的设施、它的基地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经济的重要命脉。刚刚特别提到的，包括了亚马逊云端设施，它都敢碰哦。这当中也有非常多的人在当中，还有这一场攻击，刚刚提到了，一共是传出阿联酋美军基地37人死亡。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美国难以控制了吗？宽哥怎么看？来跟各位谈哦。过去在老军武时代的时候，走的是飞机，走的是大炮，走的是坦克。所以过去的话，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啊、雷神啊、波音啊、莱茵金属等等的，这个叫做老的军工股。但没有想到现在的军工股呢，成为了 AI 了。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看这次的一个战争哦。这次的一个战争，如果我们去把美国目前所用的一个战术点线面全部都打开的话，空中的部分的话，它是在用低轨卫星，用的是星链的特殊的军规的光波传输系统。然后往下走的话，就有预警机，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下走。那这是在推演的过程当中呢，想不到。过去在做军事的一个推演的话，是几千名的军事顾问，他们就逐步的沙盘推演，用了几个月的一个时间，然后去把军事计划拟定出来。但这次呢就很刚好，可我们发现为什么时间点是在2月27号当天呢？原来根据 Palantir 的一个演算那 Palantir 是怎么演算呢？以色列他们就害进了德黑兰他们的公路系统之后，他们整整汇集了10年的资料。他们汇集了10年的资料的过程当中，就把各个车队，包括了哈米尼，包括所有的军事的人员等等的，所有的全部都算出来之后，然后摩萨德他收到了一则讯息，这则讯息就是在斋戒月的中间，请各位记得2月的时候刚好是在回教的斋戒月，白天是不准吃饭的，但是公务还是可以做，所以所有的人他们就到哈米尼的家，哈米尼家当中有哈米尼，有他的太太，有他的女儿，有他的女婿，还有他的孙子。然后所有的军事人员全部都进去之后，想不到美国跟以色列这时候出击了。出击完之后，各位你就想，哈米尼当场就死亡，全家也都死亡，40名的军事将领死亡。所以后面为什么伊朗会反击？反击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现在简单的说，第一件事情先做一个小总结。现在新的军武时代 ，AI 已经是军武了。为什么呢？原来 AI 可以判读很多事，但中东这件事情来到这地方特别的麻烦。为什么特别麻烦呢？我们台湾在 AI 当中是台湾 AI 冠天下，可是我们的冠天下是硬体冠天下。AI 它的应用当中就是用这些硬体去衍生出很多的一个软体，做出所谓的 AI token 之后，它会有很多的应用。那这次应用当中呢，刚好在阿布达比，它有3座芒种的资料运算中心。目前在以色列辉达有一组研发中心 ，Intel 它还有2座晶圆厂。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为什么后来杜拜跟阿布达比被攻击完之后，哇，这个出现的问题非常严重了。为什么出现问题非常严重呢？现在有几个问题，我先谈2个。第一个，未来的资料中心旁边要不要放爱国者飞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这是因为现场被攻击完之后，台湾的工程师已经回来了，所以大家有在网络上聊聊的过程当中，因为台湾去修复的工程师他有说他们就说这个以色列的无人机还真的挺厉害的。为什么呢？一般的资料中心它是非常坚固的，为什么很坚固呢？里面的机台动辄一台是400万美金，一次的一个阵列，各位是几百台，所以里面很珍贵。可是很珍贵，因为里面有很大的电、很大的热，所以它必须有一部分的管子要延伸出来，干嘛呢？散热。所以这些散热系统呢，他们无人机就是飞过来。各位，他们当场看到用很慢的速度，然后下来，砰的一下就把这些所谓的散热系统全部打坏了。然后全部打坏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情跟台湾求救，所以我们台湾有4间大厂，瞬间派出了几十名的工程师就出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各位是真是假呢？目前来看是真的。所以就现在来看的话呢，台湾包括了电源的，我们不指名公司散热的公司赶快去救。那救了之后，他们目前说赶快叫料等等的，大概修复的时间需要到1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可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标准型的打蛇打7寸。那为什么呢？无人机如果去攻击它那个水泥系统的话，打不破。它是穿不破的所以就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做这一段的小总结什么叫做这一段的小总结呢？本来美国跟以色列他们在军事的实力，在科技的一个实力，我们说真的是远远超过于伊朗。可是伊朗各位难啃啊，为什么难啃呢？伊朗的一个国家非常非常大，伊朗的人口9300万，伊朗它到底有多少的军武，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是藏在地道当中。但就现在来说的话，决定权控在
停战的决定权控在伊朗的一个手上。就最简单的，现在美国说陆军要进去，各位，单单水面上那3000多颗的水雷，谁来处理？所以一时半刻，很多人都想说战争要结束，战争要结束，没有想到星期四的一个早上，川普的一个演讲，真的是给全世界狠狠的又扇了一巴掌哦。所以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还是乱，所以再跟各位谈哦，目前可能停战的决定在伊朗的手中。好，停战的决定在伊朗的手中，但是目前最不想停战的国家是谁？是以色列。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持续看到，那美国跟以色列又持续的在发动攻击。刚刚讲的都是前面伊朗不断的发动攻击，但是美国跟以色列最新攻击的目标已经打到了伊朗它的民用设施里面去了。当然了。引爆的就是伊朗现在内部全民动员，包括了这个总统，我们看到画面了，总统跟他的外长现在是也不担心被攻击嘛，他们就直接走到人群里面去强化这种全民抗战的氛围，在伊朗已经全部掀起来了。那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他也最新发表言论，他说呢，在对这场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他也坦言，确实啦，以色列也造成了不小的代价，但是他认为说伊朗已经不再构成生命威胁了，这个是在为自己找退路吗？为什么这么讲？那赖老师又怎么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伊朗的政权的一个结构，跟美国以色列这一次的攻击有没有产生这个正负的一个效果哈？原本美国跟很多国家很多的所谓的专家都误判认为说这一次以色列跟美国的攻击可能会让他的反对派起来，就把这个政权推翻了。当时川普也是这么说嘛，川普也特别说，哎呀，你们这个要走上街头，接管你们的权利取代你们的政府组织，就等于是推翻嘛。那我们美国的军队马上就来了所以你们准备迎接王室的到来。这个当时美国的川普也是这样做判断，但是《纽约时报》讲了一个很实在的话，说反对伊朗政权想把伊朗政权推翻的大概就几百万人，可是伊朗有9300万人那你就几百万人，等于是8000多万人，他并没有要把伊朗的政权推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伊朗的民众里面有没有很多对政府不满的？很多不然的话不会一口气就这么多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只因为手机变贵了物价变高涨了，然后就有很多人走上街头，对政府不满。对国家不满，但是不到要推翻的地步，这个至少有几千万人跑不掉。可是问题就在于，当这次美国跟以色列把小学的小孩子杀了，炸了这么多的民用的设施，炸了这些发电站，炸了这些连续1个多月来的国际上的不正义之战，也就是没有经过联合国同意，没有经过国际社会违反一个国际法，去侵犯一个国家主权，然后去杀害孩子、杀害人民的这样的一种行为，这个伊朗人民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换言之，也就是说，只要谁站在美国这边，谁就是叛国贼。那包括在海外的伊朗人，他们的声音也没有了，因为他们如果在支持美国政府去杀自己的人民的话，他们就是背叛伊朗人的叛徒。在国内要求要把政府推翻的，就是跟美国、以色列勾结的叛徒、叛教者。那你想，是不是美国跟以色列的这1个月的军事行动，刚好帮伊朗的革命卫队巩固他们的政权，也帮小哈梅内伊巩固他们的政权？所以现在还有人幻想说，哎呀，他们要推翻他们的政权，这些人就是完全不了解伊朗，不切实际。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这场仗已经打不下去了，他也没办法再拉住美国的手了。为什么？因为他内部的经济状况出了很大的问题，他的 GDP 已经退了大概8.75左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财政破口越来越大了，他又追加这个军事预算100多亿美元，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的财政收支不平衡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所以经济状况越来越差，财政收支越来越严重，打的到现在没有任何效果。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再加上国际间被孤立，还有就是美国也想撤的情形下，你如果说再拉住川普说你就是给我硬干到底的话，那坦白说你触到白人的那一条底线，那在美国的犹太人他基本上没有生存空间。美国的犹太人能够吃香喝辣的是因为白人的那个底线不能碰触，可是当白人要翻脸的时候呢，你犹太人还是要乖。
你的底线就在那里，你可以吃香喝辣，但我要翻脸的时候，你如果再碰我的底线，那就翻脸了。翻脸在美国的犹太人会很惨，所以美国的犹太人自己也清楚知道，他是只有 money， 只有权，只有钱。可是，一旦他没有军队，他没有武力，一旦白人翻脸的时候，那就是把你抓起来了。那法律可以制定，可以把你抓。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以目前来看，内塔尼亚胡也知道他拉不住，也不该拉，也不应该拉，所以他现在要配合川普，就是说您决定，您是老大，您说了算。所以您会发现，那个内塔尼亚胡现在的讲话越来越软调。越来越改掉，而且他也知道他在国际间孤立，所以他就说：美国你老大，你川普你决定，你不打了我就不打，你要打我就继续打，反正您说了算。所以您会发现内塔尼亚胡在为他自己准备一个下台阶。不要忘了，他把他的太太小孩都送到美国去，他也在准备自己以后要跑路吧。好，我们来继续关心川普说的这个史诗级的狂怒，这个是虚张声势吗？我们也要来看到的是美伊的战火在升级之下，现在呢，海湾国家首个国家他宣布他也要参战了，可能会来参战的就是阿联酋。那阿联酋他一旦参战了，其他的海湾国家会不会也看到他们觉得这个美国已经不可靠了，决定一起跟着阿联酋来参战呢？今天我们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就在美东时间4月1号，台湾时间的早上9点整，川普发表了这一场长达19分钟的全国演说。好，当然了，大家可以想象到的是，他一定又在这个演说上面不断的吹说自己做了多少事情，那有多大的一个胜利等等。他把这个他所做的这个攻击包装成一场干净利落的闪电战，并且呢，他说接下来2到3周的时间，美军会对伊朗来展开极度猛烈的打击，要把伊朗打回到过去的石器时代。川普赶快也来看到，他列出了哪一些他说都是自己所做出来的战果。首先他说，伊朗现在的海军已经灰飞烟灭了，空军也是废墟，国家领导层遭到歼灭，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系统被瓦解，还有飞弹与无人机的能力已经大幅的削弱了。真的是这样吗？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也来帮我们看一下他所说的战果到底达成了多少。立刻呢，我们看到路透社是直接打脸了美方哦。他说，美国其实并没有单方面的碾压，反而呢，看到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持续在波湾跟以色列发动各种的攻击，以色列也针对德黑兰的政权据点持续的打击。他说，双方现在仍然在持续的交火，这是来自于路透社最新的一个回应。那么《华尔街日报》也立刻揭露了，说川普在自家社群上面说呢，伊朗的新任领导已经提出停火，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也是假的。再来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最在意的石油问题，他这一场演说上也有做了一些回应。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他说，美国未来不会再从荷姆兹海峡进口一滴的油了，还呛他的盟友们说，好，你们要油可以啊，但是你们自己去夺，自己去抢，自己去保护你们的油，不然呢，你就是跟美国来买油。然后呢，再来就是看到了，其实现在这个媒体也特别点出了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但是川普他根本就没有要解决，就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油价狂飙，民众苦不堪言，川普都没有解决，还有包括了这个经济上面，在战后的一个经济的后果，通通都避而不谈。好，更严重的问题我们要来看到了，现在呢，这一些传统的共和党的人对于川普开战，最新民调支持率暴跌了48%，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所以我们特别来看到说这一场演讲，赖老师怎么看？那对于传统的共和党人，对于川普的支持度暴跌48%，对于接下来的选情，赖老师又怎么看？这影响很大，对于川普的选情，还有最主要是共和党的选情的期中选举嘛，11月份马上要开始了。他本来就没有民主党的票，独立选民也很明显的不再支持他了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看到No King 的活动里面有3200场，超过900万人。第一次的活动在去年6月发生，500万人参加而已。第二次的活动在10月发生，700万人。这一次就已经超过900万人了。然后第一次的活动就在大城市，这一次的活动是已经到社区了第一次的活动他们在兰州，
这次的活动不但到红州，而且到摇摆州，像宾夕法尼亚这个地方都已经动了啊。过去川普在宾州里面拿到的一个小社区，他的这个选票是拿到6%，可是这次走上街头的人数不在少，这都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就是说，民主党的、独立选民的，甚至连很多的共和党人都跳起来反对。所以共和党的大咖他们自己都跳出来说，情况危险了。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情况再走下去的话，他们在这一次的期中选举稳输无疑，稳败。不但是参议员败、众议员败，甚至连州长，有些部分的州要改选，都可能会败。那如果国会里面参众两院都败的话，这个对川普来说是绝对不但颇压，而且还会面临被弹劾的问题。那你想对川普来讲怎么办？川普就必须要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赶快下车了。可问题是他现在下不了车啊。那下不了车，因为最早他的任务，他认为伊朗很容易屈服，所以我只要让你屈服，你就愿意跟我谈和。那怎么样让你屈服？最好的方法就是斩首行动。那斩首行动成功了，可是伊朗没有被屈服啊，因为他们的接班人马上就上去了。那杀了那么多人，接班人上去，斩首行动没，那现在他该怎么办？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因为伊朗已经很明显了，我不给你下台阶，我就是不给你下台阶。第二个，他回过头来找盟友，可不可以给我下台阶？例如说，盟友都涌在他旁边，那就是代表他战争还有正义性嘛。结果他的盟友都跟他保持一个距离，是这个欧洲，整个欧洲、北约都说这不是属于我们的战争，我们不愿意介入。那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显得越来越孤单了。所以他在国际间被孤立，他在盟友间被孤立，他在国际法上站不住脚，他在联合国没有得到授权，所以他是一场不义之战。这么多的负面的新闻全部都出来的时候，然后伊朗还是坚持不给他下台阶，他到底该怎么办？他给自己下台阶嘛？我赢了，我赢麻了，我就是胜利。你怎么说？政权更迭的，你政治学家再怎么出来说，这不叫政治更迭，那是你家的事，我说了算。对，我说政治更迭的政治更迭，好。我说海空军被摧毁了，你要说海军还在呀？不，我说了算，海空军被摧毁了，无人机已经没有了，还在飞啊？没有，我说了算，没有就是没有。导弹还在打啊？没有，它被我削弱了。那核武呢？没有了，他现在短时间做不出来，不然你叫他打一枚看看，他就是做不出来嘛。所以他现在是绝对没有，将来也不见得会有。好，所以我全部都胜利了。那你说，可是你讲的都不是事实啊，没有关系，我胜利了。所以他给自己准备好下台阶。那目前来讲，就是怎么样拍一场大戏而已。所以我相信他的好莱坞的导演跟摄影师都拍过去了，到时候登陆的时候就拍一场大戏，轰炸的大戏，登陆的大戏，南岸登，北岸下，刚刚好结束，是开心的不得了。拍大戏，拍完了以后在影片上放，川普第一名，胜利了。胜利。好，川普他自导自演的自己拍的这场大戏，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如老师刚刚帮我们看到了嘛？这盟友不赏脸，尤其现在是在荷姆斯海峡的问题哦。川普还说呢，要这些盟友自己，你们要油的话，要么跟我们美国买，要不然自己去抢油好了。接下来怎么解决？宽哥怎么看？川普是呛英国啦，就说你们缺油哦，你们就自己去荷姆斯海峡自己去护油哦，自己去抢哦。那我们要把这个大架构现在跟各位谈清楚哦。美国是全世界出口油最多的国家，但也是进口油最多的国家。那可能很多观众会说，奇怪的，他干嘛干这种事呢？这要谈论到政策的问题哦。在科技还没有那么发展的一个时代，1950年代的时候呢，那时候的想法是油有一天会用完，所以美国我们就不凯自己的油，我们有钱嘛，我们就跟全世界买。那时候跟谁买最多呢？跟委内瑞拉买最多，所以美国他们在波斯湾所有的炼油厂，那个都是重流质的炼油厂。简单的说，那个油厂没有办法炼中东的油，所以他说他不买中东油，是因为油不一样，油有分为轻质油跟重流质油，这个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因为那时候对伊朗经济制裁的时候，有4个国家是话外的，就是说你不能够把它完全打死，所以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是可以跟伊朗买油的，伊朗的油很棒，是轻质油，所以我们台湾的中油，我们台湾的那个台塑的油是很好的油。那为什么呢？很好炼。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讲到这个之后，就要谈论到全世界的一个局势了。没有想到有一天，美国它出现了页岩油，它又发现了很多的一个油井。
结果连以色列都发现油井。以色列目前外海发现的那些油井，据说目前已经开了3座，未来还会开5座到7座，所以以色列未来130年的油，各位自给自足绝对够，加上他们有很强大的一个能源系统。那谈论到这个，很多人就会说，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油很重要。各位还记得吗？1月份的时候去委内瑞拉，为什么抓马杜洛呢？川普他也不遮，他就2只手一伸啊 ，all the gasoline 啊，全部都是为了石油。那今天他也没遮哦，他今天那个19分钟的演讲当中，他还是谈石油哦。但现在油就麻烦了，为什么油是麻烦的呢？例如说我们在亚洲的话，因为我们距离中东近，而且长期我们的油都是用中东的油，用习惯用好的油，所以我们拿到困难的油，我们没办法炼呐。各位，我们没办法炼，韩国也是，日本也是。那过去日本他们用萨克林线还从俄罗斯可以来，可是后来俄乌大战也被砍掉了，所以未来怎么办呢？简单的说，这是一场大棋。什么叫这是一场大棋呢？未来的买法全部都要改变。未来的买法就是不能再从中东进，包括60%到70%的油了。未来要各地同时来买，可能要排说跟那个足球赛有点像啊，就排3331。或者是432，或者是反正就要有不同的替代法则。那我们来谈谈目前台湾的策略哈。台湾的策略，卓荣泰院长已经说了哈，我们目前5月底前，我们不缺油，我们也不缺天然气，但目前缺的是塑胶袋。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溢价，我们就溢价去买。那当然溢价去买，中油承担，后来还是要全民来补贴。我觉得这个倒是小事，但有一件事要来跟各位做提醒哦，分批购买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呢？日本跟韩国的半导体厂现在是哀哀叫啊。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特殊气体拿不到。那很多人就说，那为什么台湾的台积电没这问题呢？各位，原来这个问题在2022年就发生了。2022年那时候，因为俄乌大战的过程当中，很多半导体需要的特殊气体从哪里来？天然气提取的过程当中，分离油气，冻到零下270度，把很多不同的气体炼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的氦气。然后呢，很多的钢铁厂，他们在炼钢的过程当中，会分离出很多特殊的气体来，这些气体一一的慢慢收集完之后，就可以给半导体厂用。但俄乌大战那时候出现一件事情，有钱你都买不到。所以我们台积电那时候就想说，不行了，该贵要给人家贵，所以台积电就分开购买。所以这次台积电说得很清楚了，台积电说我们目前的气6个月通通都够，结果韩国说，哎呀，可不可以一点点分我们？可不可以再暂时啊，还分你们啦？韩国说他们的气目前只能够撑2个月，原因就在这边哦。但就未来来说的话，如果美国他们是出口油最多的地方的话，这次在战争当中，当然它战争也花了很多钱，但这是有很多国家是紧急去跟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跟澳洲买油跟买天然气，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水很深。未来的国际局势会怎么变，都看战事未来会怎么变化。能够停战最好，如果不能够停战的话，油一直上去，全世界的景气受损，股市会跌。那各位，你的口袋都变少了，你会支持这场战争吗？好，我们现在看起来，川普就打到现在，其实也已经不管了，就撒手，然后让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问题自己去给盟友们自己去解决，自己去想办法去承担后续的风险等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的是说，这一些波湾国家一定是在这场战争里面看在眼里，他们认为说美国已经不可靠了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首个国家现在准备参战了。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国家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披露，说是阿联酋啊，接下来要协助美国了。阿联酋呢会成为第一个在遭到伊朗攻击之后正式加入参战的波湾国家。等一下请将军来帮我们盘点一下他的军力到底如何？现在根据最初步的了解，中东它这边算是最精锐的高科技军力，主打防空跟这个空军。然后呢，它有配备 F-16跟萨德系统等等，也有实战经验。重点是它的整体兵力大约是58000多人，其中陆军是最多的，等于是一个有钱又能够打的海湾国家。那其实，在它这样的消息一传出来之后，伊朗它是立刻就攻击了阿联酋，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攻击，共造成11人死亡。将军怎么看？其实阿联酋这个国家哈，它土地面积大概有8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1017万哦，可是它人口88%是外来的人哦，不是都是他们阿拉伯人哦，所以你认为这个国家它会团结吗？你再看这个名称哈，阿联酋为什么叫阿联酋？阿拉伯联合酋长共和国哈，就是很多个部落聚集在一起，我们组织一个国家，所以各部落有各部落的想法。当然，这个中东地区不只是阿联酋了，包括到科威特哈，包括到卡达这些，包括甚至于沙特，这些都是王公大爷的国家。我跟各位报告，只要有钱就不会想打仗哈。
这个阿联酋哈，它的武器装备我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非常的豪华哦，它那个阵容非常好。它除了空军来讲，它除了有 F-16的战机有77架之外哈，它还有幻象战机哈，有57架。除此之外，大家很压抑，它还有 F-35战机，还有50架。你说豪不豪华？那地面部队来讲，它的战车哦是法国这个第一线的战车哦，叫做勒克莱尔战车。除了这种战车是主力战车有390辆之外，它还有 M1 战车，也是美军。都是第一线级的战车，那当然，它在这个地方海军其实海军实力也不弱了哈，所以说它的装备确实是非常的豪华。可是你要知道哈，这个你说如果说是要打仗的话，它是完全没有作战经验。但你反观哈，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它从不要说以前它是波斯帝国时代，就说近代来讲的话，它刚打完这个2伊战争，它2伊战争打得非常的激烈，那到最后人海战术都打出来了哈。所以海湾国家不只是这个阿联酋哈，这个现在他出来讲说要协助美国参战，我觉得最大一个可能就是怕美国脱身走了，那没有关系，这个小弟我继续加入你的行列，继续来帮你打。这有一点像什么？就是有一只这个大狼狗带了一群吉娃娃哈，那大狼狗被打败以后，被咬伤以后，这个吉娃娃在后面帮忙这个呐喊哈，这个我来帮你打，我来帮你打。不是我瞧不起海湾这些国家，我跟各位讲哈，这个第一个我们讲这个海湾这些产油的国家，科威特，你知道那时候那一年伊拉克打他用了多少时间？就整个国家被伊拉克并吞掉嘛。大概6个小时啊，从早上出发到中午，连走路都比走路都还快。中午12点他就彻底投降了。我们讲沙烏地阿拉伯好了，沙烏地阿拉伯它的装备也非常的精良，但是它的油田经常被这个胡塞无人机攻击，最后靠谁来保护？它也是靠甚至包括我们台湾那时候都组织大漠远征队去帮他保护他的油田，他还跟中国买他的这种无人机打无人机的装备哦，叫激进狩猎者来保护他油田。所以海湾这些国家，我觉得他如果说是要这次讲说阿联酋说要帮美国打仗哈，其实是要把美国拉在这个地方，你不要走，小弟我帮你撑腰，你不要怕，我继续帮你。但是那种场面确实是，如果说看在懂得军武的这种军事的这军迷眼中哈，真的是笑话一则。美国这一次攻打了伊朗哦，那搞得这样子一团乱。那现在美国就突然间说他要走人了，那以色列怎么办呢？而且正直的就是伊朗现在都是直接攻击以色列的本土的。接下来纳坦雅胡还能撑多久？那干哥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新闻，我们特别要关注，就美军的指挥中心在阿联酋，也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曼哈德基地外面的秘密指挥中心竟然可以被伊朗的特工给发现，这个是一个秘密基地哎，而且里面一看，哇，进去200人了，那么多，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哎，你有情报，你有摩萨德啊，你有中情局啊，我们也有啊，我们也可以找得到你们让人家以为你们不知道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竟然被空袭了。我相信还是用见证者系列的无人机去攻击的，因为那个最有效。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飞得久，又可以飞得低，然后打下来的时候，它的杀伤力是够的。那好了，那现在到底损失了多少人？不知道，对，不讲，为什么不敢讲？讲出来很丢脸，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好，你看到这个事情之后，你就要想想看，我们现在先汇集一下以色列最近受到什么样的攻击？以色列竟然中部一个城市，它竟然被这个弹道飞弹丢下来以后，它丢下来，你知道弹道飞弹只有个弹头嘛？你不装核子弹头的话是没有用的。于是他装什么？他装集束炸弹在里面，丢下来的时候，竟然造成了大概方圆差不多1.5平方公里被摧毁。但是因为那不是住宅区，所以只有6个人受伤。那下次要打在海法的话怎么办？或是打在特拉维夫？或是打在本古里扬机场怎么办？所以我现在就在想说，你不是说你的那个海军跟那个空军都已经被美国摧毁了吗？怎么伊朗还有这么多飞弹可以打？所以你就会觉得，而且现在他打的是伊朗，现在打的是以色列的本土。对于以色列的很多地方，他们其实老实讲一句，他们连在海上的集装箱货轮，他们都认得这是以色列的，这个就厉害，这个就我觉得非常厉害。所以
我觉得现在美国在面对这场战争的时候，他会有一点觉得他有点却步了，就是认为说，好像以色列的那个情报机构没有办法及时反映说，原来伊朗知道了，伊朗知道很多事情，当然他没有讲出来。伊朗也许他没有像美国这么好的什么这么精密的卫星啊装置，但是伊朗的这个情报人员一定也有足够的渗透能力，他才能够得到这么多的讯息，然后他开始说，我现在回过头来，我要攻击18家美国企业。我觉得你要仔细听好，这就是中情局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可以打到这些原来我打不到的地方，然后现在回头我要打你的苹果然后摩根大通特斯拉、奇异这些大公司、大企业，我选择重点来打，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知道它在哪里。我知道它在哪里。当然不是攻击美国本土的总部，可是我可以攻击哪里？我可以攻击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或是卡达还有科威特的这些大公司的据点。要知道这些大型的美国托拉斯企业在这几个国家通通有据点。为什么？因为在中东是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聚集地，所以他如果真的打到这个地方的话，特斯拉被打一次，你看看 Google 或苹果要是被命中的话，会有什么下场？所以我觉得以色列他现在是在想一个什么问题？美国要是拍拍屁股走，你要怎么办？我先告诉各位，尼坦雅胡不可能收手的。如果今天要他自己面对伊朗的话，他也要去面对，所以他必须要拖着川普，你继续打，不要走，你要跟我一起打。可是老实讲一句，川普我觉得川普的耐心只剩下2周，2周之内这一件事情要解决，说不定1个礼拜之内，4月6号之后就解决了，也不一定。可是以色列还是不会收手，他不会罢手。那到时候以色列就要自己面对伊朗的无人机跟伊朗正规的那个弹道飞弹的攻击，我觉得这对伊朗绝对不是聪明的选择，也不划算。对于以色列是不划算的事情。所以尼坦雅胡现在他的问题，他要跟他的国会怎么交代，这才是他现在面临最大的难题。是伊朗最新的攻势连环重击，并且直指的就是在中东的美军的指挥中心了。根据伊朗的说法，200位美军全灭吗？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另外，现在伊朗也直接点名了18家美国的重要企业成为他的猎杀名单。川普急着，这个时候他喊了，他要停战。今天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今天会关心美国经济到底会不会崩盘，因为刚刚特别提到的，伊朗点名了18家美国的巨擘要做攻击，这巨擘当中包含了从科技、金融到军工巨擘都在当中。川普能守住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国力核心吗？第二件事情，今天会来关心的是阿联酋的秘密指挥中心被伊朗给炸了。现在不了解的是说，200名的美军现在看起来生死未卜哦。那么来自于伊朗的说法是全部灭了吗？美军真的可以无敌吗？川普这一次还能够硬是撑几天呢？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想要闪人了，那以色列怎么办呢？难道以色列自己会留下来单独打吗？尤其现在以色列的伤亡人数不断的攀升，纳坦雅胡还能够撑多久？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请来宾一次做详尽的解答。我们首先关心到是这一次伊朗对美国正式开启的一场系统性的报复，尤其今天4月的第一天，4月1号，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点名了，一共要瞄准的就是18家的美国企业都在他的攻击名单当中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重要的企业，科技巨擘辉达、苹果、Google、微软、英特尔，金融的核心公司摩根大通，还有军工制造大厂，包括波音、奇异、特斯拉，甚至是资讯跟云端的巨头思科、甲骨文、Meta， 都在伊朗说他要攻击的名单当中。这一波攻击还没有实施，但是对于美国跟对于以色列相关的重要的军事设施跟军事基地的攻击已经展开了。赶快立刻来看到他们目前伊朗的报复的重拳已经造成了哪一些打击？首先，斩首级的一个打击是打的美军位在阿联酋的这个指挥中心，200名美军生死未卜。再来，真实承诺
这一场是第4次第88轮的全面打击了，弹道飞弹直接是命中以色列的货轮，无人机也被精准的摧毁。第3个来看到是对于以色列加大它的本土攻击的力道，发射弹道飞弹攻击以色列中部地区，集束弹的头大的范围多点爆炸，造成了至少6个人受伤。以色列科技公司也哀轰，最后是美国的死神无人机了。根据了解，有146架被敌方给击落了，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来看到伊朗这一次的攻击，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准的，而且是密集的，连阿联酋在这边的指挥中心都命中200名的美军生死未卜。川普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还能撑下去吗？委员怎么看？对，看到这场战争打到了现在哦，那么原本外界预测说伊朗一定会弹尽粮绝，然后呢，伊朗在美国跟以色列的轰炸之下，所有的相关的军事装备大概都会被这个摧毁殆尽。可是我想打到今天，我们现在刚才看到思敏告诉大家的这些相关讯息，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伊朗现在恐怕好戏才正上场哦。这就回到了我们原先的预测嘛，原先其实就已经有人预测跟示警，说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先端上台面的是相对比较低阶跟廉价的无人机和飞弹的。这些无人机跟飞弹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要耗尽美国跟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所有的这个防空系统的飞弹啊。当你耗尽到这些东西了之后哦，再摧毁掉这些雷达，美国跟以色列在整个中东地区哦，他们的预警时间会相对缩短，拦截的能力也会大幅的降低。在这个时刻，伊朗才会端出它真正的法宝来啊。现在看起来这个法宝就要上场了，所以对伊朗来说，这场战争再继续打下去，我们恐怕就可以看到更多伊朗高端先进的武器哦，如入无人之境的去打击以色列或者是美国其他的军事基地了。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雷达系统已经被摧毁的差不多了哦，所以现在以色列真正要反应伊朗的飞弹来袭的时间已经大幅缩短了，绝对不像以前这样游刃有余。那么回过头来看这个川普哦，其实如果大家注意到川普最近的一次谈话哦，川普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妙的人。我认为川普最近一次决定要抽手哦，如果大家看到他大概今天的谈话吧，他说他决定要抽手了哦，然后呢把这个赫姆兹海峡留给其他的国家自己想办法去打通了哦，他已经打赢了，他就要走了。大家就好奇说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那么急急忙忙的要离开战场。我觉得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军的伤亡在扩大当中哦。那么目前为止还在盖牌，可是这牌盖不了多久的这一掀牌的时候，美国现在国内反战声浪已经很高了。所以对川普造成的第一个压力，应该是福斯电视台的一份民调啊。就福斯电视台在这场战争的前几周，它的民调都跟其他的这个媒体不一样哦。它所呈现的民调都是在5-5波之间。可是其他的这个媒体所做出来的民调，其实反战声浪已经很高，都超过50%了。那但是现在连福斯自己都顶不住了。福斯最近公布的一波民调，这个反战的声浪已经超过60%了。就连福斯都顶不住的时候，川普怎么顶得住呢？川普背后最支持他的媒体就是福斯了哦。那更不要讲到股市了。股市前一段时间跌得乱七八糟，你看到今天川普出来讲话的时候多骄傲，他说我讲完之后股市就涨了，涨到这个有史以来道琼涨最高的一次。废话，你讲的是你要落跑，你要离开了，这场战争不打了，那大家当然就股市就涨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川普的讲话，川普的策略永远都跟股市指数的起伏是绑在一起的。他想放空，他就放狠话；他想做多，这个股市就会上来。那但是问题很妙啊，就是他今天的谈话的时候，你就注意，他说我们已经打赢了。为什么打赢了？他说因为政权已经轮替了。他说第一代的政权呢是非常不能够接受的，很有敌意。第二代的政权就温和友善多了。我听到这句话，我差点笑从椅子上掉下来。第一代是哈米尼，第二代是他儿子。对，他儿子、他爸爸、他的妻子、他的小孩、他家的亲人都被你杀了。然后你觉得第二代会比较友善吗？到底第二代哪里比较友善？我们刚才看到所有的数据，伊朗现在在疯狂的报复跟攻击。哈米尼在没有被斩首之前，他攻击了谁吗？他谁都没攻击。所以我不理解，川普为了要尽快的脱离战场，他到底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宇宙里头哦？他自己似乎描绘出他自己那种乌托邦美好世界。那更妙的是说，各位如果看到这场战争，原先讲说要 regime change， 要改变政权，后来发现 regime change 不了，他就说我们要打通荷姆兹海峡。
好了，你现在2栖部队都调来了，准备要打通荷姆兹海峡了。忽然之间，他就又告诉你哦，荷姆兹海峡我们不打通了，以后就交给这个欧洲你们这些国家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最妙的是什么？各位想想看，最妙的是在这场战争没有发生之前，荷姆兹海峡根本没有封锁的问题，因为你打了这场战争，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了，然后你现在告诉大家说，我已经完成了战争的目的，我已经胜利了，然后我要走了。所以你这场战争的目的只有2个，第一个把伊朗换上一个更强硬的政权，第二个就是把荷姆兹海峡给关了。好，这个荷姆兹海峡又是同时攸关在经济面，那另外一方面，刚好伊朗他也提出来要攻击美国的18家企业。攸关的又是美国的经济面，因为这18家企业刚刚特别讲到了嘛，里面是很重要的科技巨擘，还有金融巨擘等等，会不会成为川普在经济上面另外一个重要的压力？苑老师又怎么看？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马上想到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我想说是不是假的，你知道？因为我们一直长期的认为啊，美国加以色列是所向无敌的，结果今天消息突然这个1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做评论的时候，都替伊朗捏把冷汗。一开始我还讲说伊朗要加油啊，这讲的自己都很激动，对不对？那现在突然发觉，伊朗现在完全要攻击就攻击啊！我现在看到这个消息，我遇到的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说，刚刚我们委员一讲的话呢，就会发觉说，伊朗现在的话呢，好戏正准备上场，看样子不是愚人节，但是其实讲起来也非常具有戏剧化。它最主要，首先第一点，我让大家先了解，那个中东啊，什么都没有，就是油多钱多，所以说所有的美国重要的产业，像什么 Apple 啦、英特尔啦、Google 啦，还有什么 Nvidia、Microsoft， 还有 Morgan Stanley， 他们在那边都有转钱的地方。然后发展科技的地方，甚至包含这个 AI 的这个中心啊，都拿钱出来，就在这边的话呢，所以伊朗现在要针对于18家的这个美国重要的企业，里面包含了军工啊、科技啊，甚至包含了金融，通通要打击的话，表示说他把这话先放出来，伊朗是说到做到的。然后这美国现在只会乱吹牛，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美国会不会登陆哈尔克岛啊，还讲到说美国什么82个空降师啊，会不会什么的，就讲了一大堆啊。这现在搞了个半天的话，突然拍拍手想走，你知道吗？川普走得成吗？对不对？2000多条人命啊，170几个小女孩的命啊，对不对？这个仇恨结深了。人家伊朗本身来讲的话呢，都目前为止啊，你先把温和派干掉以后，现在换了个激进派啊，激进派，这个穆加塔拉的话呢，他本身就不做事，就是我们要干到底，就是真实承诺第86开始、87开始、88开始，大家仔细看里面内容的话呢，说的87的时候呢，空中预警机打得之准，从雷达缸正中间切下去，旁边 BBC 讲还有2架飞机受到了这个影响，对不对？也都受伤害了。然后现在的话，第3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说整个伊朗现在的话呢，整个所有做的事情所着眼的重点是直接对以色列的本土的攻击。那这个加重的压力非常大，其中最重要消息，我觉得美国的指挥中心的话，那200人的话，生死未卜。让我们讲好了，这死亡的人数只有20%的话，那有40人都死亡了。到目前为止，美国都不敢承认到底有多少死人对不对？你这个影响的话呢，对川普现在刚刚经过 No Kings， 美国有将近1000万的人走上街头啊，美国人对政治都是很冷感的。1000万人走上街头，真的是美国问题严重了。现在的话呢，接下来我们真的是有好戏看的。川普这一回认输止损，要撤离中东，大家在看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没有讨论到的重要原因，也是原本美国没有料到的重要原因。伊朗它拥有这个军事宗教的一个复合体，这样子的一个体系，其实牢牢的掌控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跟政治。这怎么一回事？等一下我们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解读。也就是因此呢，革命卫队他不舍得背叛自己的神权哦。那么另外，如果美军真的要去拿下伊朗的话，现在来自专家的预估要160万美军才有胜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讨论。好，川普以为呢这场战争他可以4天之内结束，结果打到现在，我们看到呢伊朗的政权至今屹立不摇，而且现在看起来民族的团结心是比过去还要更强了。美国来自于《华尔街日报》最新的分析，他说伊朗今天之所以打不倒，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军事宗教复合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将他的军队，还有将他的经济跟他的政权是牢牢的全部绑在一起的，变成牢不可破。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伊朗它的这个政权的一个主要的结构，它在最上层的是最高领袖一手掌握的，那最高领袖现在就是穆吉塔巴，穆吉塔巴他牢牢的掌握了伊朗的军队、伊朗的司法系统，还有国家的媒体。国家的安全委员会跟确定国家的利益委员会等等，掌握了这么多的这个事项。但是它下面其实主要分成它的军队，总共是2支，一个就是所谓的正规军，是伊斯兰共和国军队，负责就是保卫国土。那另外一支呢，就是我们谈的非常多的最强硬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了，它就是直属在最高领袖的，负责保护最高领袖，也维护整个国家在国内上面政治的稳定性。伊斯兰革命卫队目前根据统计，大约是成员是12.5万名人员，在经济中扮演主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国家很重要的各种的经济命脉，当然包括了石油、天然气到建筑、电信等等主要基础设施，都是由他们所掌握的。那另外一方面，他们还享有各种的福利，这当中包括他们的薪水是非常非常优渥的，他们还享有大学优先跟低利贷款等等。因此现在被解读，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舍得背叛主要的神权。那会不会美国完全一开始都没有料到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川普今天认输的原因吗？什么原因让革命卫队舍不得背叛政权？那岳老师又怎么看？我这个题目跟我的专业哲学是息息相关的啊，因为美国本身长期来讲相信美式民主的力量。对于这种革命卫队所引导下的神权组织，这个哈梅尼耶啊，用是这种宗教的理由啊，女人的话就是蒙面啊什么的吧，就觉得完全违背了民主的价值。但是他们忽略一个宗教对于一个国家中的人民的影响力之大。我记得1979年的时候，那个科梅尼从巴黎回来的时候，伊朗要求这一场宗教革命所发生的现象投票的时候，科梅尼是以98%选上的，把这个巴勒维国王赶走。那现在川普根本没搞清楚这个里面的细节的98%的人，这当中的话呢，就是他会认为说巴勒维的儿子在美国已经是摩拳擦掌，准备回来当国王，你真的是做梦。政权更迭根本都没有用。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哈，请大家要了解。从某种角度来讲哈，一下把哈梅内伊干掉以后，穆杰塔巴上来以后啊，这个哈梅内伊很多人是不能接受，但我相信他是一种以殉道者的身份，就是在面对自己要面对的死亡。你把他干掉以后呢，他已经交代下去，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整个作战的策略叫去中心化。所以大家看得出来真实承诺，从这个打到现在88的时候，每一个各地出来，美国炸都不知道炸哪里，就到底谁是指挥中枢，要杀也不要杀谁。所以川普有时在讲说，就已经没有人可以杀了，基本上没有人可以杀，几乎人人都是啊。这个是革命卫队里面的去中心化。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整个伊朗人当中的话呢，原来我不能够排除，因为伊朗人原来是民间是非常非常支持美国的，有非常多的人。但是呢，他们一开始觉得说，当这个川普攻打伊朗之后，他们本来高兴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在外面庆祝说，哇，不晓得怎么样，炸弹都来了，而且以色列的攻击他们的石油设施，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天就是下的黑雨啊。这个下黑雨，你知道伊朗到目前为止，从2月28号到现在死3000多人，400多万人流离失所。然后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所有人，就伊朗现在已经找不到温和派了。然后另外最重要的话呢，就是名气可用啊，就是伊朗现在只有一个立场，你这个美国这个做法，逼着伊朗现在只有做这样的拼到底，否则就是亡国，什么政权更迭。啊，美国，然后呢，这个原来我在这边跟大家强调一下，原来川普脑袋很简单，就是说已经搞了委内瑞拉的石油了，那现在再把伊朗石油搞到手里的话，那这样的中国就没油了。他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你现在听起来哦，今天讲话可以比较不用负责任的，但是川普就这么笨啊！我在愚人节说他真的就这么笨，他本来就是讲，因为他照着3天前还在讲说，我其实真的要打伊朗是为了他的油，他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怎么可能呢？伊朗现在整个都跟你拼了，老子都不活了，跟你拼到底了。所以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下，美国发觉哇不得了。那这个，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过，美国也走不开啊，以色列不会让他走开啊。那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美国真的是要，我相信这场战争是妥。刚刚讲到油价的话呢，是一定会破200，是一定破200。好，那同样的问题，破200就完了，我们就还得了这个民生物价、通膨等等，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干哥。好，那个其实老实讲一句，我说那伊朗为什么它是一个
也就是说，可能就美国自己他们做调查说啊，他们人民只有20%支持他。但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因为伊朗它绝对不是说你所看到用宗教在掌控这么简单而已，它其实是一个复合体啊。而且大家要就是注意到，就是说伊朗其实你就算是你今天他的领导人被狙杀了，可是他并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因为其实老实讲一句，40多年来，他们的精英大部分能够念大学的这些精英，老实讲一句，他们都可能会属于什么？属于巴斯捷的民兵集团，也就是说，他是有经济诱因拉住他们的，并不是说我们是为了伟大的这个什叶派的理想，它其实跟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加入了他们的巴斯捷民兵，这个民兵组织有多达70万人，那我们所知道的革命卫队只有12万5千人。不管革命卫队或者是巴斯捷民兵，你如果人在里面成为正式成员的话，你可以得到什么？你可以得到固定的职位跟比一般企业高2倍的薪水。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是精英的话，你为什么不选择待在里面？所以你根本舍不得，你也不能让这个政权倒，因为倒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有你的家人，这就是最重要的。他们讲了一个小故事就是美国的研究员智库，他们说，然后他认识一个伊朗青年年纪不大，你知道吗？他是巴斯捷民兵中的一员，但是他不晓得，等到他从叙利亚回来，他才知道他是巴斯捷民兵。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加入民兵组织之后，他可以贷款，他一贷款，他就买了2栋房子，在德黑兰北部。然后呢，他就突然人不见了，后来回来才知道说，我跑去叙利亚了，干嘛？帮叙利亚组装飞弹，帮也门组装飞弹。然后现在是战事结束，我回来了，然后我就回来开始收租。你知道，就开始收他买了2栋房子的租，然后收租去还贷款这样子。然后呢，过了几天，抗议示威游行分子不是上街吗？对，那个头巾革命上来抗议吗？结果他的这个邻居朋友就拿一根棍子上街去揍那些反政府的人。他说：“我真的看到一个真正的就是一个，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精英，但是他完全是什么？他的生活、他的未来以及他的经济，他完全都跟这个国家、这个组织绑在一起。所以说，他不可能会去推翻自己的政府。也就是说，他的生活、他的这些经济来源都是靠着政府。那所以说，加入巴斯捷民兵之后，他可以选择他的小孩可以优先上大学，他也可以得到贷款，一般人民是得不到的。所以你就晓得，从这样的这个他的叙述看下去的话，伊朗怎么会那么容易的这个政权会被你推翻呢？所以，然后最近他们还得到那个什么油气田的合约，500亿美金油气田的合约，这个500亿这个油田的工作合约是由革命卫队来指派的。那我今天就很简单了，因为这个油气田的工作的话，是人人想要去的，就是说只要你上过大学，你都想要去。所以像这样子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想要去的话，那你必须就要加入这个组织。这个就是为什么伊朗它能够长期存在它的政权，而不容易被轻易推翻的原因。好，所以川普恐怕在一开始进攻之前，难道是没有做好评估吗？没有料到现在神权其实是跟一个国家，包括个人的利益跟自己的经济是有非常高度相关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人民不容易倒戈的重要原因。那另外一个川普还没有料到的另外一个原因，还是不是跟伊朗他打不倒，是不是跟他的土地、跟他的非常多的人口数有关系呢？现在专家也做了另外一个解读。我们先来看到刚刚提到的人口，伊朗的人口9000万人，那是中东第2，全球第17，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可以有非常多的一个军队跟生产力。土地面积是164万平方公里，我们就拿现在同样在打仗的乌克兰做相比，那伊朗是它的将近3倍。再来，伊朗它的地形非常的复杂，有高山，有沙漠，可以说是易守难攻。所以美国，如果你真的今天专家的说法想要进攻打进去伊朗的话，你得派出160万大军上阵，这恐怕会付出美国史上最大的代价。那川普有可能真的，如果他要做的话，打败伊朗吗？那委员又怎么看？
川普不可能打败伊朗的。他如果可以，或者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希望打败伊朗，他现在就不用演这出戏，这个夹着尾巴绕跑的戏码了哦。那么川普，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自大过头了。我觉得他一个人活在他的宇宙里头啊，他觉得他是天下无敌的，所以呢，他觉得他要贯彻他的任何的目标都可以轻易做到。那最后没有想到，在伊朗的这个地方，他真的贴到铁板哦。就像刚才这个苑老师提到的嘛，我觉得美国最大的一个错误哦，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当时去配合以色列斩首。就是各位仔细想一下，就在以色列跟美国斩首哈米尼之前，伊朗内部有没有反政府的力量？有，所以才会有这些相关的抗议、游行、暴动。那些也许是这个 CIA 或者是摩萨德长期的线民或者是细胞策动的，但是不可否认，一定有不满这个当今政府的一些这个年轻的势力哦、年轻人哦，或者是其他的力量存在。但是问题是，当你把它斩首完之后，那不一样了哦。刚才老师讲的没有错，他就是个殉道者啊，他是烈士而且你不是斩一个人的，你一口气斩了40几个人，所以斩到最后，好奇的问题就来了，你斩完他之后呢，川普跟以色列就呼吁说，大家起来反政府吧。那问题是他们要抗议谁嘞？就他们原本可能要抗议的人都死了，都因为伊朗所以被以色列跟美国猎杀了耶。所以原本讨厌可能对哈米尼有不满的人，现在恐怕都反过来了，因为把他视为烈士了嘛。所以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最蠢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去搞了个什么斩首。所以斩首斩完之后，川普自己不是说吗？斩完之后他都找不到谁来谈判了，因为你一口气斩了40几个，没什么人可以谈判了。唯一想要谈判的另外一个人又被斩了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时川普从头到尾就是一招错，这个步步错了。然后呢，你又没有评估到说伊朗他自己的这个土地的面积哦，土地面积这么大，土地地形这么复杂，你以为它是伊拉克吗？一马平川，10天就让你扫平了？没有啊，它的地形实在太复杂了。美国的部队要进去，绝对不是像打伊拉克这么简单的事情然后你再来，他有没有想到说伊朗的地下飞弹城这么厉害？其实地下飞弹城，我想全球现在最有名的是中国大陆，他们叫做地底长城啊。当时美国国务院曾经出了一个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力分析报告的时候，那个里头就提到说，中国大陆最具有威胁力的就是地下长城了。它的飞弹可以从这个城市透过地下的火车快速的运到另外一边去，可以从东部到西部哦，通通不用到地面上，完全在地下行动的。所以我看，显然伊朗大概也是有样学样，伊朗的地下城盖的也相当坚固啊。你说美国去年如果没打那个12日战争，也许它的地下城还没这么坚固。打过了12日战争，你只要是伊朗的指挥官，你难道不会挖深一点吗？你一定挖深一点的所以这都要拜美国之赐啊！你打了他一次，他第2次他就知道了，说哎呦，我要挖深一点，要更坚固一点。然后更重要一点来了，伊朗现在呢？他自己的那个人民的，我们叫做 resilience 啊，就是翻成中文应该叫做韧性啊，就是打仗比的是什么？比的是决心，比的是韧性啊。伊朗的人民现在就是要拼个你死我活，美国人民拼得起吗？所以在这个3方战争里头，现在是伊朗跟以色列要拼你死我活，他的民众的那种战斗意志很高昂，可是川普没有啊。你们的美国大兵消耗不起几个啊，牺牲不了几个的，所以在比韧性你也比不过。然后最后我们今天节目讲的刚刚开始思明给大家看到说伊朗准备要攻击美国的企业，大家去看看那些企业只要被攻击，美国股市就大跌了。因为那些企业都是 AI 企业，都是重要的军工企业，都是重要的金融的企业啊，它只要攻击下去，那么美国现在的股市荣景都是靠 AI 产业带动的，你就等着美国的这个纳斯达克和这个道琼的指数下跌了，这些都是川普经不起的。所以我相信川普自己大概现在也认知到他现在所陷入的困境了，唯一的办法真的就是玩国王新衣的游戏啊，就是自己宣告自己打赢了，然后凯旋班师回朝，然后最好再举办一场盛大的白宫庆祝大会，放假10天。对。